岳飞本来是皇帝结发妻子，但是为了大局，他甘愿做一个小小的嫔妃。皇后被废后，最高兴的应该就是岳飞啦。他不是喜欢那个位置，而是皇帝终于彻底属于他一个人了。皇帝的后宫只有3个妃子，一个是皇后，一个是岳妃，另一个是不得宠的徐美人。当然，岳飞也没有把徐美人放在眼里过。岳飞本应该和皇后斗得死去活来的，但是两人关系却相处得很好。岳飞陪皇帝上战场，皇后在后方将他的孩子也养得很好。皇后最后几年怨过很多人，从皇帝到那个让她嫁人的舅舅，还有那个背叛她和太子的凌不疑，甚至自己那不争气的儿女，但是她从来没有抱怨过岳飞。皇后虽然被废了，但是待遇甚至比从前更好了。首先加封其余皇子皆为王爵，其中2皇子为淮安王，然后改立废后为淮安王太后，迁居北宫东北方的永安宫居住，继续向皇后封邑，并且为了叫淮安王太后用度宽恕，还多给2皇子的封地划了一个郡，以封阳太后。皇帝大肆封赏宣氏一族，宣皇后的弟弟宣侯本无军功，但皇帝顶着重臣的反对，将他从关内侯破格提拔为列侯，加大封国。宣皇后的从兄与从弟均封爵位，拔擢至1等官制，甚至连宣皇后的那位叔父，因为儿子早死，皇帝特意将他的女婿恩泽封侯。皇后在位的时候都没有那么大的能耐，皇后性格过于仁善，以至于没有任何的威望，甚至用岳飞来威胁他的儿女。当初汝阳老王妃在宫宴上欺负程少商的时候，也是岳飞及时赶到救了场。那么嚣张的汝阳老王妃看到岳飞也不敢了，两人之间不存在宫斗，如果皇帝得罪了他们其中一个，那么那天哪个的门他都进不了。皇后被废后，岳飞被封为皇后，但是他并没有封后典礼，甚至连宫殿都没有第一时间搬进去。对于岳飞而言，如今皇帝彻底属于他了，才是最重要的事情。这些年来，少商冷眼旁观，发觉岳皇后对黄老伯有种奇特的占有欲。在岳皇后眼中，一把年纪的黄老伯从头顶到脚趾，哪怕一根白发、一条皱纹，说的梦话、发的酒疯，都是属于他的。他人生中最大的痛苦就是不得不将皇帝分出去一半。宣皇后被废后了，最高兴的应该就是岳飞啦。他活得很通透，当年他明明是正妻，但是为了丈夫的天下，他可以贬妻为妾。他并不慈爱，对儿女颇为严格，所以儿女们都很怕他，反而将儿女培养得很优秀。宣皇后那么良善，但是除了将程少商培养得很好，自己的儿女却是一地鸡毛。大儿子过于软弱，二儿子更是一个扶不上墙的。小女儿武公主恶毒，武公主实在过于恶毒，多次陷害程少商。真正让皇后感到心累的就是武公主吧，她知道这个女儿性情如何，但是已经无力去惩处他，就连程少商在他生日当天受到委屈都选择了忍耐下去，将来再报复，而他的女儿却为了一己私利陷害程少商杀人。他无法做到像岳衡那样，他的慈爱将他的儿女养的是一团糟。武公主的恶毒实在令人可怕，陷害凌不疑和他手下的舞女有染，陷害程少商杀人。而岳飞培养的孩子明显更优秀，3皇子虽然不近人情，但是更加的公正。最终岳飞的儿子成了太子，不过大皇子被废后也更加的自在了，反倒长胖了不少。